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a Mystery。2020年2月19日上午8点半左右，澳洲昆士兰的消防队接到民众电话，在布里斯本郊区的宁静社区银山，有一辆被大火吞噬的车子。消防车很快的赶到，虽然火势在15分钟内就得到控制，但还是造成了5人死亡。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，这起事故的起火原因令人不寒而栗。究竟这场火是怎么开始的？这些伤亡者又是谁呢？汉娜·克拉克1988年出生，案发时31岁。汉娜的个性乐观温暖，总是能带给周围的人许多欢笑。喜欢运动的汉娜成为了一名体操教练，并在19岁那年认识了比自己年长11岁的罗文·巴克斯特。罗文曾有过一段婚姻，并和前妻育有一个孩子。罗文是前橄榄球职业球员，之后改担任球队的体能教练。一样喜爱运动的两人一拍即合，在交往了1年多后，在2011年举行了浪漫的婚礼。在接下来的10年间，一起有了3位孩子，分别为6岁的阿莉亚、4岁的莱雅娜及3岁的特雷，并一起创业开了健身房。尽管两人的婚姻生活表面上看起来甜蜜幸福，实际上这10年来汉娜忍受了许多的压力及精神虐待。罗文有很强的占有欲及控制欲，他强迫汉娜每天要与他发生性关系。若是汉娜表现得不够热情，他便会惩罚汉娜和孩子们，不让他们去健身房及海边。罗文甚至连汉娜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要管。长期的精神虐待让汉娜喘不过气，逐渐萌生了离开罗文的念头。2019年11月，汉娜和罗文协议离婚。汉娜和孩子们搬到和父亲罗德及母亲苏珊同住。罗文保有孩子的探视权。罗文对汉娜的精神虐待并未因汉娜的搬离而停止，他不断地寄电子邮件给汉娜，内容多是不停的责怪，要汉娜对婚姻触礁负责。2020年12月26日，这天汉娜带着孩子们见罗文。当时汉娜一手抱着小儿子特雷，另一手拿着滑板及安全帽。阿莉亚及莱雅娜一同走着。罗文突然抱起莱雅娜，跑向自己的车子并开走。莱雅娜就这样被罗文绑架了4天。在警方协助下，才让莱雅娜回到汉娜身边。之后法院对罗文下达了家暴令。在家暴调解时，罗文拒绝签署汉娜提供的同意令，同意他1年被拘留165天。2020年1月，法院对罗文的家暴令进行变更，允许罗文保有孩子的探视权。2020年2月初时，一次汉娜把儿子特雷从罗文的车上抱下时，在罗文的车上发现几张自己的清凉照。他趁罗文下车前把照片收起，但罗文下车并把他的手扭转到背后，这举动违反了家暴令。汉娜的妈妈苏珊报警，罗文也因此失去了孩子的探视权。几天后，汉娜问苏珊她是否该先立好遗嘱，她认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罗文的威胁。不过这时的她认为罗文不至于伤害孩子们。2月18日，事件发生的前一天，罗文在和汉娜及孩子们讲电话时哭了。在通话结束后，汉娜对苏珊说她为罗文的处境感到很难过。不过苏珊认为这只是罗文用来操纵汉娜的伎俩。2020年2月19日，案发当天上午8点半左右，在汉娜准备送孩子们上学时，罗文突袭了他们。他闯进车子的前座乘客席，往汉娜及孩子身上泼汽油，并拿刀威胁汉娜开车，要她把车往附近的灌木丛林开去。汉娜开车转弯后，看见一位邻居在洗车，便把车子往邻居开去并停下。汉娜大叫求救，但罗文把汉娜紧抱并点火。汉娜在邻居的帮助下逃出车外，其他几位目击者一起上前想帮汉娜灭火，
但罗文拿着刀下车，威吓阻止目击民众的帮忙。之后罗文把刀往自己的胸口刺下，因烧伤及失血过多当场死亡。3个孩子在车子后座被安全带系住，无法逃出，当场被活活烧死。一位目击者在帮忙汉娜时也被烧伤，和汉娜一起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治疗。汉娜全身高达 97% 烧伤。晚上8点40分，昆士兰警方对外宣布，汉娜在稍早下午因伤重不治过世，并说汉娜被送医急救时，不知道罗文已当场自杀身亡。在严重烧伤时，汉娜仍坚持向警方做出清楚详尽的说明，要罗文付出代价，撑住最后一口气完成笔录才断气。这起残酷的谋杀案震惊了全澳洲，人们纷纷对汉娜及3个孩子的遭遇感到不舍。上千民众出席了在首都坎培拉举行的守夜仪式。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，受害者永远不应该被忘记，记住他们的灵魂、生命、希望、梦想、力量、勇气，因为这些都是从谋杀性暴力行为中被夺走的。在这里的我们，没有人能够理解。We must reflect on how and where the system failed Hannah and her children as it has failed so many others. It's so frustrating. 家暴在澳洲是个普遍且严重的议题。在澳洲境内，平均每周警方要处理约5000件的家庭暴力事件，每2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家暴事件，每天有17位女子因家暴住院，而每周有1位女子被现任或前任情人杀害。这些还只是肢体上的家庭暴力事件数据，而家庭暴力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，是一种完整的行为模式，是伴侣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不同的胁迫及控制行为。家庭暴力不只是政府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。家庭暴力是一种性别暴力，两性间存在着不平等，社会对男性及女性分别有着不同的期待，而这些性别规范也确实会驱动不同的行为。除了把金钱和精力放在保护受害者上，也应该要关注为什么男性选择对伴侣使用暴力行为。此外，家庭暴力并不限于肢体上的暴力行为，也包含对受害者精神上的折磨，却往往不受人们重视。而这类精神上的家暴，往往也因为没有明显可见的伤害，被执法单位认为没有立案处理的急迫性。罗文对汉娜的高压控管无疑也是一种家庭暴力。不过当朋友这么提醒汉娜时，他从来没有打过我，汉娜曾这么回应。当下的他甚至没有察觉到自己也是家暴的受害者。汉娜的父母设立了基金会 Small Steps for Hannah， 继续向大众宣扬关注家庭暴力的讯息，也致力推动让高压控管在澳洲能被定罪。汉娜的父亲罗德认为女儿的故事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。汉娜的故事让他们理解自己很有可能也深陷暴力的关系里。汉娜被杂志《美丽佳人》选为2020年年度女性。主办单位表扬汉娜在生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，仍然努力地陈述自己的故事，奋勇为家暴而战，提高世人对家暴的关注。希望汉娜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，让人们对于不同形式的家暴有更深的了解，并遏阻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。你对今天的案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